来到上海，所有的地方我都可以不去，但这个地方我一定要来。它是淞沪会战中的4行仓库。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不了解淞沪会战的历史，就枉为中国人。我希望每一位刷到视频的国人都能够花几分钟的时间认真的听完。这张照片被选为20世纪最痛心的照片，曾经还登上过美国杂志，被1.36亿人看过。不知道你看过之后是否会和我一样久久不能释怀。淞沪战役是14年抗战之中最惨烈的战役，甚至被称为东方的绞肉机。这场战役开始之前，日军就扬言要3个月之内灭亡中国。这场战役结束之后，中国人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向世人证明了国人只要一息尚存，便会战至最后一刻。1937年8月12日凌晨的时候，在上海的中国军队击毙了一位日本陆军中尉，这也就标志着淞沪会战正式爆发。开战之初，日军就在长江口集结了70多艘军舰，还有4艘航母，200多毫米口径的火炮朝着上海市区不停地开炮，很多无辜的百姓根本就来不及避难，一座繁华的都市瞬间变成了一座人间炼狱。在战争面前，普通人就宛如一粒尘埃般的渺小。照片中的婴儿就是父母被炮弹炸死时，他独自的在废墟中哭泣的画面。日军在淞沪会战中共投入了500多架飞机、300辆坦克以及130艘军舰，还有数艘航空母舰。而我们中国军队仅只有170架飞机，战车仅17辆，海军几乎为零，火炮的数量更是跟日军不可比拟。在这样悬殊的实力下，将士们只能够用血肉之躯抵挡日军来自海陆空全方位机械化部队的进攻。即便是如此，将士们也不曾畏惧。在民族大义面前，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每个人都在尽心尽力地保卫家园。当时淞沪会战中动用了中国近1/3的兵力，70多万大军，他们不分派系，皖军、桂军、粤军、川军、湘军，这些军队之间曾经也有恩怨，但是通通摒弃前嫌，团结抗战。明知道最终是奔向死亡，但是这些坚毅的战士们毫不犹豫，依然源源不断地前赴后继，只为了4个字：保家卫国。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是从外地赶过来，告别了故土和亲人，不灭日寇，死不还乡。他们穿着自己编织的草鞋，跨越了大半个中国，步行了50多天来到上海。很多都是刚刚进入战壕，还没有准备好，就奉献了生命。在战役期间，平均每天要阵亡2700余人。据冯玉祥将军回忆道，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的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撑了5个小时，但是死亡了2/3。这个战场就像一个大熔炉一样，一旦填进去之后就融化了。中国的将士经常是整连、整营、整团的牺牲。淞沪会战的战场无险可守，中国的军队不得不修复战壕，但是仅下挖1米就会有水溢出，士兵们只能够趴在水里面去作战、去战斗。从各地仓促赶来的部队几乎全凭血肉之躯承担着地面、空中和海上日军的炮弹，战士们只能够用战友的尸体来构造工事。这个时期，上海的报纸版面基本上都充斥着各种募捐启事，各个行业一起团结起来保卫上海。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凝聚在一块。甚至年仅7岁的小女孩也捐出了自己珍贵的3块银元。妇女们则收集碎布，为前方的战士们做军鞋。一寸山河一寸血，10万青年10万兵，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淞沪战役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前后历时3个多月，日军投入了30余万人，死亡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了75万余人，
死亡33万人。淞沪会战虽然说是失败了，但是30万将士的英魂却唤起了无数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与日后血战到底的决心，使中国民族的凝聚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86年过去了，战争似乎已经离我们很远很远，但是那些血泪般的事实却不容我们忘记，因为忘记就意味着背叛，意味着我们很可能再会重蹈覆辙。一座仓库因为英雄的坚守而被称为民族永恒的丰碑，一面满是弹孔的墙面因为先辈的热血而称为民族永远的记忆。所以吾辈必须当自强。看到这里请打出4个字：铭记历史，吾辈自强。关注阿波，愿我们这个国家能够更加的繁荣富强。在福建有一样东西，它的秘方全世界只有3个人知道，而且这3个人据说永远都不能够相见。这个宝贝你知道是什么吗？它就是中国3大保密配方之一的片仔癀。它跟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云南的云南白药并列为我国3大保密配方，北有同仁堂，南有片仔癀。它这么名贵，到底有什么用呢？在500多年前的明朝，片仔癀就已经是宫廷的秘药了，普通的老百姓想要获取片仔癀根本就不可能。但是在明朝嘉靖年间，宫廷内乱，有一个御医不想自己被卷入这场宫廷内斗，就趁机逃出了皇宫。就在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他潜伏到御药房，带走了一样宫廷秘方，就是片仔癀。逃出皇宫以后，他跋山涉水来到了福建漳州，也没地方可去，就在一个寺庙里面剃度做了和尚，从此与世隔绝，不食人间烟火。但是没想到出家没多久，福建漳州就爆发了一场非常严重的瘟疫，当地百姓死伤无数。这个和尚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于是他决定把自己从宫廷带出来的秘方拿出来做成药丸给当地百姓服用。但是这个药丸做出来之后呢，大概有这么大，他就用刀片切成一片一片的，用水给百姓吞服。结果百姓服用之后大家都觉得太神奇了。御医呢也知道人都有生老病死，那如果我走了以后片仔癀怎么办呢？他就决定将药方一代一代的传承给寺院里面的每一届的方丈，直到今天片仔癀已经传承了500多年了。1972年我们跟日本建交的时候，据传说送给日本的见面礼其中之一就有片仔癀。1988年上海爆发严重的事件，据传说片仔癀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1980年片仔癀又干了一件大事，为了能够更好的解决东方女性的皮肤问题，他开始涉足护肤品，发明了一款非常适合东方女性使用的片仔癀珍珠霜。如果你脸上有小斑斑、小点点，肤色不均，肤色发黄、暗沉、干燥，皮肤粗糙，赶紧把片仔癀珍珠霜带回家试试。它是用珍珠粉加上片仔癀的成分，膏体细腻亲肤，容易推开，便宜好用，男女老少都可以用，已经畅销了40多年，出口到全世界几十个国家，是好几代人满满的回忆。而且价格真的非常亲民，一瓶只要29块9，4瓶只要69块9。建议大家可以选择4瓶装，会更加的划算。如果你也关爱自己的皮肤，用了很多的化妆品都没有什么效果，赶紧把片仔癀珍珠霜带回家试一试，或者送给你最爱的人吧。